Welcome back！ 今集一齊嚟研習新嘢，御電館 Crossover 嘅新系列 Skin Tone。無論手辦模型定機梁，近嚟越嚟越多廠商加入戰團，所以膚色有都越嚟越多選擇啦。未揀定心水品牌嘅話，可以參考下呢一款。系列顏色暫時一共有12款式，而包裝亦好易認得出係膚色系列。編號由 AC01 至 AC12啊，基本就係越嚟越深色嘅排列傾向。喺包裝說明上寫住預稀釋噴筆適用，即係可以選擇唔加稀釋劑直接用啦。而每支油嘅總容量係35ml，大概係1蚊1ml啦，唔稀釋用都算貴用啦。使用說明就有補充寫可以適度咁添加稀釋劑，但唔話你知個比例，咁就轉頭試一試啦。仲有寫明大概用幾大嘅風壓，風壓我會固定喺18 PSI 做測試，迎合翻上次介紹手提泵嘅風壓啦。而今集內容大致分為5個項目。首先落筆之前一定要搞清楚稀釋嘅上限，或者唔稀釋係咪真係用得。然後會用晒10種顏色，每種色分別用2種稀釋程度試噴膠匙羹。第3會測試漆膜耐刮性同埋附着力。第4用模型做應用嘅示範。最後會展示幾個實際塗裝完成品，同一啲塗裝肌膚色嘅技巧同注意嘅地方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嚟睇下關於稀釋比例嘅小測試。無論稀唔稀釋都要徹底攪勻先用，而我稀釋比例係用重量比去量度，先倒出大約1 gram 嘅油量，再另外添加1.5 gram 嘅燒機油嘅稀釋溶劑，即係比例1比1.5。第二個會用比例1比1。第3個會用比例1比0.5，即係1 gram 油，再另外加0.5 gram 嘅稀釋劑。最後一個就係唔加任何嘅溶劑啦。好多時新入坑嘅朋友都搞唔清楚比例係點樣計，如果真係唔明就要問清楚先落手啦。其實我已經試咗唔稀釋直接落筆，結果好快就凝固同埋變咗低流動性，差啲就失槍啊！所以喺度用時間測試下唔同稀釋度嘅大約凝固時間，由最左面開始係0稀釋，到最右面嘅1.5比例稀釋。除非真係噴好少嘢同埋好快完工，否則都係稀釋咗先用會好啲啦。30分鐘後嘅1比0.5比例就開始變成低流動，霧化情況就好似咁。唔稀釋其實都濕濕地，1比1.5喺同一個情況下就會有啲過稀同埋太濕啦。所以稀釋嚟講，我已經可以有個總結。官方所指預稀釋噴筆適用屬實，但時限係好短暫嘅。個人覺得最適合嘅稀釋程度係介乎0.8至1.1呢個比例，因為作業時間可以較長，而且霧化同埋塗裝效果正常，亦可以減低油量嘅消耗啦。1.5當然都噴得到，但係就稍為薄咗少少。濕噴嘅時候就要注意下出油量啦。嚟到第二部分，會以手頭10種顏色噴喺外賣膠匙羹上面，一次過睇晒啲顏色。首先統一噴上白色光澤底灰，我用咗幾種材質嘅膠匙羹模擬下平時唔同質地嘅模型。然後噴塗測試部分，我用咗遮蓋膠紙分開，左右分別噴上唔同稀釋程度嘅油，觀察下有冇分別啦。統一嘅匙羹左側係1比0.5，而右側係1比1。無論手法、氣壓都用相同嘅形式處理，對比起上嚟幾乎冇分別，顏色遮蓋度亦冇明顯嘅差距。因為包裝冇說明係光澤油定係燒光油，所以我都有啲迷茫。底膚用咗光澤白，而家噴完就有少少半光偏啞嘅感覺，當佢啞色用都應該唔會有問題啦。跟住逐隻放大睇下啦。睇完之後有冇心水想買翻幾支翻去玩呢？呢一 set 膚色油都已經可以噴到好多類型嘅膚色啦。對於玩美少女模型塗裝真係會方便咗㗎。第3部分會用合理嘅程度測試刮痕同埋附着力。除咗有10隻噴咗底灰嘅膠匙羹外，
仲噴咗2隻冇用底灰嘅羹，同樣左面係0.5，右邊係1嘅比例去噴。先試呢隻 PS 類嘅膠羹，用拗痕嘅力，用指甲去刮痕都仲可以接受，指甲冇乜漆粉甩落嚟，亦冇成塊漆膜刮甩。另一隻聲稱係可分解嘅膠，以同樣嘅力度同埋方法去刮痕都唔使講啦，似乎係連附着都有問題，輕易就成塊漆膜刮甩咗。跟住試返另一隻羹，用更加硬嘅物件去刮痕同漆粉都更加明顯，但係漆膜都冇成塊甩出嚟嘅，所以唔係好暴力咁去刮漆，問題都唔大。另一個都唔使用眼物再試啦，直接嚟試噴咗底灰嘅羹，繼續用指甲同埋眼物去測試。當唔用底灰都唔甩漆嘅情況下，用咗底灰當然唔會咁易甩油啦。刮痕同漆粉方面就冇明顯嘅分別啦。然後會用遮蓋膠紙貼上去，再用力撕落嚟。如果附着力差嘅話，會一撕就成塊油甩出嚟啦。咁而家睇下呢個又點啦。Safe，再 safe， 黐腳毛就應該撕甩晒啦。而家試咗幾款膠都冇事。其實刮痕同甩漆玩模型都少不免，要解決噴多層保護漆其實就 OK 啦。漆膜附着力算係幾強，如果噴埋底灰再上色就更加唔怕甩油啦。而軟膠類同一啲環保膠似乎係會輕易甩油，上色時就要注意啦。第4部分會做2個簡單嘅應用示範，實際係點樣運用咁多隻色喺模型上面啦。首先我有一件噴咗白色底嘅零件，噴唔噴底色都好個人性嘅，我就比較傾向統一底色，因為比較容易控制發色。因為會涉及陰影塗裝，如果對陰影塗裝未有頭緒，可以參考翻之前嘅影片啦。而家會先將陰影色沿邊位噴，同高達唔同嘅係，膚色需要注意肌肉之間嘅凹陷位。如果凹陷位冇咗陰影，就好難見到肌肉嘅線條啦。第2步就係將基本膚色當底色噴一次上零件，就會開始見到有肉質嘅感覺啦。用陰影塗裝技巧修整埋陰影嘅邊緣大細，再將主色塗膚色噴喺 highlight 嘅位置。highlight 位多喺一啲突出同埋容易受光嘅部分。嚟到呢度已經見到整體要呈現嘅膚色啦。最後可以加深光暗嘅對比度，加入最光亮色彩嘅亮膚色，做 highlight 部分嘅修正，可以令到成品膚色更自然同埋有質感。手頭上有一隻用呢個方式同顏色組合嘅成品，近距離咁睇下效果先。亦有觀眾表示唔知點樣噴兼治谷嘅膚色，所以專登揾咗官方嘅圖睇下係咩膚色。最簡單，小麥膚都好接近，平噴當然可以啦。不過先頭都講，要突出肌肉間嘅互動，陰影塗裝係好有幫助，所以噴膚色我都傾向最低限度會用2隻色。首先一樣程序，將有陰影嘅位置噴上咖啡色。骨架同肌肉表現豐富嘅模型，要多留意同觀察肌肉描繪去噴陰影。第2步就將小麥膚色做主色覆蓋，注意適當咁留返想要嘅陰影量就得啦。
噴完主色，我連燒光都冇噴，都已經好有日曬感啦。如果想再深色啲，就要微調下底色啦。唔知嚟到呢度會唔會應到一眾想噴兼字谷嘅觀眾呢？無論如何都噴完啦。嚟到最後部分，除咗將成品呈現出嚟，亦會分享下肌膚塗裝嘅小經驗。首先登場嘅係做測試時順手做埋嘅學生妹，重兵裝女子高生。同時間有人會想知絲襪感係點樣噴，其實要噴好絲襪感，就要先上好膚色，你明㗎啦。所以黑絲下次先同大家玩啦。而第二隻登場嘅係舊嘢翻噴。之前福建番帽嘅右大腿要上翻色，為咗令整體嘅膚色冇色差，咁就唯有將全部膚色重新上一次。而今次兩款嘅成品都係用3色塗裝處理，簡單表現翻陰影嘅位置，豐富翻膚色嘅表現啦。而呢隻腳都係用咗3色塗裝，分享翻平時較易遇到嘅陰影位置同埋 highlight 位置，例如膝頭骨下部圓邊會有凹陷嘅陰影。當然一啲基本模型嘅陰影位置都可以繼續用嘅，例如零件嘅邊緣位，仲有先前提過嘅肌肉間互動嘅凹陷位，膝關節後部嘅凹陷位。而正面小腿骨嘅位置係最常受光嘅高光位置，膝頭最突出嘅位置都係。基本上注意到呢幾點就唔會點樣噴衰㗎啦。以上就係簡單嘅測試同埋小分享。睇完唔知你會唔會都想入翻啲試下呢？相比起日本有，台灣有呢款就真係易買好多啦。希望你今次幫到你揀翻 set 肌膚顏色啊！歡迎留言講下你有啲咩感想，中意又啱睇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同訂閱埋 KT Hobby 啦。下次見。